Hello， 大家好，我是不想上班的小林。然后我这一次要带大家去滁州2天1夜。因为我在南京大学交换，所以我这一次是从南京南站搭G26684列车来到了滁州站。2等座票价是29块人民币。从南京南站到滁州站大概是62公里，但是搭高铁竟然只要18分钟就到了，真的是超级快的。一下高铁就搭计程车来到了狼牙山。狼牙山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狼牙区，是国家5A级旅游区，也是安徽省5大风景区之一。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叫狼牙呢？原因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元帝司马睿曾经在担任狼牙王期间在这个地方避难，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狼牙。那很多人又会问小林说，为什么要来滁州呢？明明就有很多大城市还没有去。因为小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听了一篇叫做《醉翁亭记》，就是那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所以就想说，既然在南京附近，那不然就来看看吧。你没看错，这就是有亭毅然于船上的醉翁亭。只是我原本以为醉翁亭看出去会有很漂亮的滁州风景，没想到竟然什么都看不到，真的是有点失望。然后因为爬山爬得太累太饿了，所以就人家在醉翁亭赋诗，我们在醉翁亭吃全麦吐司面包，好吃。醉翁亭吃烤肠，我们好煞风景哦。补充完能量之后，就继续走一条看起来很像欧阳修月贬谪之后所走过的路。山行6、7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山里面走一走，突然听到水声，所以我觉得这很可能就是欧阳修所说的让泉。下一站就来到了同样位于狼牙山上的狼牙寺。狼牙寺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其实这个进去很有感觉。不能进去吗？门口而已吧。好有感觉庙旁边还有摩崖石刻，摩崖石刻是一种盛行于北朝时期的祭祀方式。虽然说狼牙寺历史悠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不过真的是太辛苦了，到处都是爬坡路。我们要慢一点，又要快一点，每一步都很颠簸。这比中山陵还恐怖。每一个地方都要爬这么远啊！因为这个庙看起来年代久远，所以后来小林捐了20块祈求身体健康。不过没想到竟然连捐钱都是用支付宝耶。因为明代有一个人认为这个泉水清澈纯净，可以拿来洗帽子，所以就在上面写了浊音2个字。它看起来不是很干净。我觉得这个水应该蛮久的，可能就15几年来的，像来的。你觉得这段我们要爬多久？我觉得3分钟应该走完吧。这3分钟？对啊。认真爬确实是可以3分钟，但是爬到一半就开始下雨了。爬阶梯爬得太饿了，而且等一下还要继续爬，所以先过来吃个小吃。一只鸭腿2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有点贵，但是真的太饿了，所以没办法。吃完了鸭腿，就继续挑战下一个地方——南天门。又是一条看不见终点在哪里的山路，唉。攀爬了727级台阶，才终于抵达南天门。南天门的主建筑是琅琊阁，琅琊阁是7层古典式景观塔楼。
登抵南天门后，可俯瞰滁州城区、西北群山及长江天际线。晴天可以看见南京中山，雨天则可以看见山势蜃楼的奇观。狼牙山景区的醉翁亭、同乐园、狼牙寺和南天门4个景点的套票是65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超级划算，因为你真的可以在里面爬一整天都爬不完呢。我拿好。真的有人在走那条路因为看到刚才那条路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决定搭景交车下山。景交车的车票一张是20块人民币。从狼牙山下来，天就黑了，然后因为刚才爬山爬得太饿了，所以就先搭车来四河路夜市吃晚餐。从狼牙山景区下来，搭到四河路夜市大概是10分钟路程，7块人民币。第一站就先来吃宋五嫂鸡柳卷饼。天哪，这个鸡柳卷饼给的鸡柳也太多了吧！而且一卷竟然只要8块人民币，也太划算了吧！重点是这个鸡柳饼真的很好吃，而且还有8种口味可以选。这样，好漂亮！好，谢谢。吃完了鸡柳卷饼，当然就是来配一杯饮料啦，所以我就来买了一杯永明手作。永明手作最有名的就是黑糖珍珠奶茶。我点了一杯鸭屎香珍珠奶茶，但是里面好像没有什么鸭屎味耶。而且永明手作2杯竟然只要15块人民币耶，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喝。虽然说刚才已经吃过了鸡柳卷饼，但是爬山实在是太饿了，所以我又没忍住，跑来买了一张卷饼吃。卤肉卷饼一卷是9块人民币，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鸡柳卷饼一点，因为鸡柳看起来比较多的话，心情会比较好。不过其实卤肉卷饼也蛮好吃的，大家可以2种卷饼都吃吃看。你辣椒是不是啊？我不要。不要辣椒。吃完了鸡柳和卤肉卷饼之后，再来一串山楂糖葫芦。但是我个人觉得山楂糖葫芦真的有点酸耶，所以如果是怕酸的人，建议不要尝试。一串山楂糖葫芦是6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还算便宜。在四河路夜市暴饮暴食完之后，就搭计程车来到了老东关尊阳街。漫步在尊阳街，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明清风格建筑，青瓦白墙，飞檐翘角，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气息。花灯挂满街头巷尾，五彩斑斓，寓意着吉祥如意。我觉得尊阳街附近的夜景真的超级漂亮，重点是走来走去都没有人耶，就是你可以尽情的拍照。晚上入住格林东方酒店。格林东方酒店以东方千和之道营造典雅旅途空间，踏入酒店既能感受到东方王气之美，亦能享受城市地域特色，俯拾皆是东方经典。接着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房间咯。房间舒适、宽敞又干净，重点是里面走一个新中式的风格，看起来真的超漂亮的。关。下巴。饭店的厕所明亮又干净，给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隔天一早就来吃饭店早餐。酒店的早餐厅干净又宽敞，而且竟然空无一人。我觉得酒店的早餐吃起来还可以，而且菜色多样。重点是酒店一个晚上双人房含早餐只要212人民币，真的超便宜的。吃完早餐之后，就来到了位于尊阳街附近的北湖公园。
但北湖公园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游乐景点，只是因为我刚好路过，所以就去看一下。然后意外发现北湖公园超漂亮，因为它不只有中式建筑，而且还有樱花、梅花盛开，所以你可以拍照拍得很开心。而且真的很少在大陆看到空无一人的地方耶，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来度假的话，真的推荐滁州。而且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公园会有中式建筑、桥、阶梯，真的拍起来很有动漫的感觉。逛完了北湖公园，中午就来吃小菜园安徽菜。我在美团上面买了一个圆圆子双人餐，菜品有地锅鸡、炒青菜、农家红烧肉，还有龙骨毛圆汤。我个人超喜欢这个龙骨毛圆汤，因为它里面的排骨和肉丸都可以入口即化，然后也可以搭配这个锅巴脆一起吃。然后这个农家红烧肉也是肥瘦相间，超级下饭的。这一桌总共才142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很划算，但是因为菜系偏甜口，吃到后面会有一点点腻。然后因为昨天在狼牙山爬了55层楼，走了23189步，加上滁州的景点真的不多，所以我们决定来到尔来咖啡厅，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可以耍废的下午。尔来咖啡厅虽然空间不大，但是装修精致，就是你不管往哪里拍都可以出片的感觉。咖啡厅门口还有一个喷泉，就是你可以边听着水声，边喝着咖啡，享受一个惬意的下午茶时光。我点了一杯抹茶牛奶，一杯是26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喝起来还可以。所以大家如果跟小林一样爬山爬太累的话，也很推荐这个行程。晚上就来吃泰丽金泰式料理。我点了一个泰式打泡猪28块人民币，还有一个泰式鸡爪22块人民币。我觉得吃起来真的很泰，可是对小林来说有点太辣了。最后再来吃一个台湾车轮饼，一个是3块人民币。我点的是抹茶珍珠口味，但我个人觉得吃起来不是很台湾耶。吃完了台湾车轮饼，就来到了滁州站，准备搭车回南京。然后因为买不到2等座，所以就搭了1等座。从滁州到南京南站的票价是48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其实跟2等座差不了多少。不过坐1等座就会有茶，还有零食包可以拿，所以还是值得来体验一次看看。没中，真的没中。白天也不开门，晚上也不开门，他到底什么时候开门？还这边已经废弃了。这就是欧阳修的《流放之路》。对。滁州太守的视角。他们是情侣哦。哎，那走下来了，走下来了。感情很不错。在出双入对啊！哇，超可爱的，你看。你们2个什么关系？哎，3月份了。